总说日本这个国家伪善，那是真没说错。今天看点呢，日本又是地震又是海啸的，狠上了波强度。本来日本就地震频发生了也不奇怪，可离谱的是，地震结束了，迎接日本人的不是救援，而是数不胜数的抢劫、强奸等。日本不仅不管，甚至还默认这是正常的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。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，是个弧形岛国，国土面积为37.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.23亿人。日本是个长在地震上的国家，每年大大小小的地震就没断过。这不，今年年初又是7.6级的地震，又是海啸的，直接把日本人给整麻了。有意思的是，同样是面对地震灾害，我国哪次不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援，要以更快的速度完成灾后重建？其他地方也是秉持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理念，提供各种物资。实际上，不仅仅是地震，其他灾害同样如此。然而，日本先是错过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，没有第一时间出动；其次还表示，想要灾后重建，没个3-5年是不可能的完成的。而捐献的物资里呢，最多的居然是千纸鹤，连他们自己都在网上吐槽，送点有用的东西吧，别他妈叠了。当然，这不是最离谱的，最离谱的是，灾难发生后呢，政府发布的通告竟然是要民众警惕性侵和偷窃。你没听错，在日本要是碰上自然灾害，不仅得防灾害，还得防偷防抢，甚至还得防自己被人侵害，这甚至成了他们的共识。在地震过后，就这么堂而皇之的通告全国，不是那说好的文明国家呢？为啥说日本知小礼而无大义？因为平时看着好像很有礼貌，然而一旦发生点事，就能知道这层礼貌背后的人性之恶。就像日本年初地震才刚刚结束，网上就充斥着各种让女孩在庇护所防性侵的忠告，而会有这些忠告就表示性侵事件早已泛滥成灾。按照他们的举例，有志愿者晚上偷摸威胁熟睡的女孩，还有抱着孩子的母亲惨遭强奸，赶来想阻止的宣导老师还被打成重伤。这些呢，还只是众多案例的冰山一角。关键，这种性侵事件呢，早在上世纪1995年的阪神地震期间就有过记载，当时还在日本引起了不小的关注，因为闹得太大，日本政府甚至还下了封口令。而他们的理由是所谓的性暴力报道会影响灾后重建，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些事被视为谣言，以没有证据为由对那些受害者以及支持者进行抨击，导致接下来10多年后，悲剧在灾难中反复重演。日本311地震的时候，曾设立过一条免费的电话咨询热线，来帮助灾民解决各种问题，其中60%的咨询者呢都是女性，而且大部分都是与性侵有关的。而且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，这些受害者年龄上至60岁老太太，下到2岁小女孩，因为在灾难中失去了家园，也失去了家人。一些没有生活能力的女性就被要求用身体来换取食物的事情。有人可能会奇怪，为啥他们碰到了这种事儿不去报警，反而忍气吞声呢？实际上不是他们不报警，有人报过警。然而事实证明，报警也没用。一场地震带给日本的不仅是灾难，还把日本虚伪的道德面具给摘了下来，各种抢劫性侵案件层出不穷。结果发现，大部分受害者都在忍气吞声。为啥他们不去报警？因为报警没用。日本警方呢，在处理这种事件的时候，不仅随意糊弄，甚至还表示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你先忍一下。这谁受得了？为了防止这种事再发生，不少人曾提议增加一下女性巡逻人员，或者设立一些让女性更安全的庇护所等等。结果日本政府不仅没采纳，还在2019年推出了所谓的反性侵装置，说这个装置呢，可以让男性在性侵的时候感到疼痛，这样就能停止犯罪了。好家伙，这一操作简直就是把女性尊严放在第一层踩。可以说，日本政府压根就没有去用心解决这个问题，不管是日本警方还是政府，一点作为都没有。而且日本社会更是奇葩到离谱，在灾难爆发后，就有些男性打着练胆量，说为下次发生灾难做准备的旗号，说要成为志愿者，实际就是想要去实施侵犯。毕竟不少性侵事件就发生在庇护所当中，他们在被人揭穿后遭到不少人抨击，然而还有人试图为他们辩解，说在灾难来临时，男性会承受巨大的压力，发生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，你要理解体谅他们，简直炸裂。不得不说啊，日本在美化恶行这一方面算是常规操作了，在灾难面前暴露出他们长久以来所掩盖的丑陋现实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自的小手给了一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